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陕北的米脂县。那米脂呢，它是一个小地方，那很少有外地的朋友来过这里。那大家听说米脂这个地名啊，一般都是一句话，就是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。那为啥是米脂的婆姨呢？因为这儿是貂蝉的故乡。这儿出貂蝉，那绥德呢就是出吕布。好家伙，帅哥靓女啊，都是在这两个地方，非常的近。为啥啊？这个地方这婆姨很漂亮呢？出貂蝉呢，就是因为这个地名。你看米脂啥意思啊？因为这儿盛产小米，这个小米呢放到锅里这么一煮。煮上来呢，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油脂啊，出油量非常的大，很养人啊，所以叫米脂。那当地的婆姨喝了这个小米粥之后啊，容光焕发，就非常的漂亮。我的身后呢就是无定河，这个无定河啊，这个河面非常的宽啊，非常的大，用我们陕西话咋说？都大成马了啊！你看啊，真的是大成马了。那有一匹马，那有一匹马，里边有好多马，马在这吃草呢。一直听说大美女貂蝉长得很漂亮，到底有多漂亮呢？来到米脂县城，有一家店值得一试，它是卖杂面的。这个杂面呢是陕北的一个特色粗粮美食。这地方好家伙，全是卖水管子的，开到这儿，就这家店啊，把这个招牌挡的是严严实实。这招牌很有意思，非常长啊，米脂婆姨杂面飘香。哦，在这儿的。哦，这个招牌。杂面现在能吃啊？啊，行。菜单在哪呢？菜单在这儿。在这儿，我看看菜单。羊肉的、猪肉的素杂面啊，分大小碗，还有饸饹。正在进行中，现在还正炒着。正炒着呢，这个是啥肉？小炒肉。哦，小炒肉。哦，有羊肉的，还有这个小炒肉的。哎，对。这个就是20-30年过来，我从农村买的，炒这个是需要工艺的。高小，你过个叫的伯伯看，快说来人了，快，速度啊！定到这边还是？哎。哦，在这儿。上面小那个的。那行，挑一批那个。高小，不得找个再办。现在要干嘛了呀？现在要擀面。那来到米脂呢？这个杂面啊，就这个样子。它颜色不一样，这个为啥是这样的颜色？这是黄色的啊。哦，是因为里头有这个豌豆是黄色的。这个也是啊，这就杂面。玉米面。哦。有豌豆，有小米。玉米，这个是小米面、玉米面。啊，这个是玉米小米。这个都是豌豆面、白面、沙蒿。哦，沙蒿。哦。没有沙蒿，都人都吃不成。哦，它属于筋性的这个。对，筋性的。哦，就跟那个兰州牛肉面里头那加的蓬灰那种感觉一样。沙蒿。你看这个擀面杖有多大啊？这么大。这个还不算大，还很大了。因为咱我们家里就是面变大了。小朋友会擀不？小朋友不会擀。这是您孙子是吧？外孙子。外孙子。这是米脂的婆姨也是又力又强啊！一会儿把这个面要擀到特别特别的薄。这地方给他先腾腾，那个面不放腾腾。现场能看擀面。哎呦，你看这个非常的用力啊，这个力道。这个用力擀的，不用力擀不开。挺辛苦的，我感觉。
我在家也做过面，我也擀过，好家伙，擀一会儿一头汗，特别累。那你像这么大一张擀出来啊，这一块面大概能做几碗？这10几碗。10几碗。不容易，一碗真是算是一碗一碗擀出来的。哎呀，越擀越大，越擀越大，这就是为啥需要这么大一个板。哎，这是最后的哎，我们还有3米多长的。3米多长，好家伙！所以说啊，这就是为啥这种真正的手擀面啊，它就不能太便宜。为啥？你这个人力在这儿的，跟拉面不能比。你拉面你这拉唰唰唰一甩就好了，这个太辛苦了。太辛苦了，这就那人家擀这儿我可以擀了吧？你还是擀了几十年效率高的，那生手上去擀了半天，肯定还擀不了这么大。刚才就是一个小枕头，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被子，越来越大。看那擀吧，我们擀就先擀这儿吃吧。哦呦，太薄了。这手艺，这回来到陕北啊，把这擀面是见识了。全是手工。纯手工。我们家的生意就是好。对。我们都是纯手工的。是。哎，有个大的。哎呦。这才菜里2圈了，又菜上5圈了吧？绝！朋友们，你来这儿吃面啊，你就先不说好吃不好吃，你就能看见这个，我跟你说，都来一趟就值。哎呦，还能大？大吗？夸张。快烂脱的时候，这样子剥了。要擀到它快烂的时候就行了。可以剥的一般，快之后可柔了，这才能行。还是有一定筋性的。要不然还真烂了，这么薄了已经。不会擀的一下就透烂了。就是。因为这些基本。大家感觉啊，刚才擀的时候才是技术。其实我跟你讲，现在这个时候才是难度最高的时候。你稍不注意它就破了。就白弄了，前面就白弄了。因为现在已经真的是有个词儿叫薄如蝉翼了，这个感觉。哇，那你擀这几十年，这肩膀、腰啥可能都有点劳损，是吧？锻炼的还可以，不疼。就当锻炼了，练出来了。脖子有时间了，这个有时间。可以，咱就不说别的，就您这年龄，您今年有多大？60岁，60。60还能这样子擀面，有几个？我感觉我在这弄，一头汗，身上肯定湿透了。我现在要在这擀，累啊！哎呦，我们习惯了，一到班着急就弄点就是这再擀给。哎呦，这脖子我都感觉都不敢动。没事儿。烂不了。烂不了。哎呦，真是技术。就这，你还想一想，就这它现在是属于杂面，里边都是有些杂粮。如果是白面的话，它这个筋道更大，白面就更好擀，这个还难擀，还容易碎。对，这白的难擀了。白面一般的人都会擀的。对。这个面不会擀的人可多了。但是你看都染着了。哇，你看这边都染住了。太薄了。哎呦。还是咱这个盖子小啊，盖子小不好刷歪。再大一点就能摊开了。里摊开。这手艺真是绝了，太厉害。真的放不下了，再来个桌子。可以，好嘞。这个就结束了吧？还要擀？还要擀了。都这么薄了。这个薄出来可厚了。那你平时就比这个还要薄是吧？就是吧，越薄了吧。这不是大姐在这炫技啊，这真的还要再擀。我的妈呀，这已经这么薄了。还要再擀。还得要擀了，不擀你看看这个薄了，其实还不是。有点夸张了。这薄到啥程度啊？大家想象一下，就比馄饨皮还薄。刚才是馄饨皮，现在比馄饨皮还薄。就这么大的一张馄饨皮，能想象？哇！站在这儿看。
现在都想象不到，再擀一次擀出来能有多薄了。这次不可结出来，这个切了。我还想着这个面啊，可能和这个岐山这个臊子面那个薄度差不多，实际上比那个薄的多得多，比那个能薄至少1/3。现在大家了解了这个啥叫面食大省了吧？这个陕西真是不愧是面食大省。追求的就是这个口感。咱这圈不就好了？哦，这能透光了。哎呀，那回那这杂面能擀成这么？那回干杂面比赛啊，而且评委不是我不知是哪里啊，而且说，哎呀，这个杂面做到极致了，不是一般的好。就是对，真的做到极致了。这个杂面。哦，你们这还有杂面擀面比赛？怪不得你这手艺这么强呢，这都是比出来的。我跟你说，咱把这个面拉开看看，我得把手先洗洗，不能给它弄脏了。这大姐啊，绝对算是米脂县最强的婆姨。我说貂蝉都不算啥，貂蝉是擀不了。手洗干净了啊，咱拉开看看到底有多大，展示一下这个效果。哎呦，我都不敢使劲拉。哎呀，你看看看。这米脂婆姨，这貂蝉算啥似的？貂蝉是长得好没用，会擀面吗？是不是？大姐年轻的时候叫啥？赛貂蝉，不仅会擀面，人家长得也好。好，我看年轻的照片挺。擀着面还能写状都好。太谦虚了。我觉得这么薄，你都不用下面，你就把它就是烙一下当烙饼啊，吃了肯定也好吃，特别脆，特别酥那种，就感觉特别脆。擀面是一个手艺，切面更是手艺。叠又叠好了，叠不好的长一根短一根。叠也要叠好，切也要切好。切的多匀。又细又匀。在这不能就切断，基本上就切的有一根一根，你看。而且这个速度要快，一刀下去，不能犹豫，稍微犹豫中间就断了，接不上了。我跟你说，为啥大家都想现场看一看啊？就是不光吃的是味道。第一，他觉得就不相信说这个面真的是人擀出来的，因为就像拿那个工业机器生产出来太薄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说如果是真的，就可以欣赏一下这个艺术。啥叫擀面艺术？这就是。哇，你就说这是不是艺术啊？多漂亮！上来的时候上去一搂，这边别的短。中间的长，等起一点是小。这边稍微短一点，中间的长。你看这个面咱手不到短。对。不到短。还是有一定筋性的。一边都煮的时候不乱嘛。所以要撒这么多那个玉米粉，要不然粘了。对，你不撒这么多的玉米粉，它都粘到一块了，还看来吧。把面玩成艺术了。那你说这个如果放干了以后呢，就不行了。干了它脆的烂了嘛。脆了就烂了。脆的烂了。关键是费了这么大劲儿，然后才能出多少10几碗。10几碗，你想一想。哎呦，这吃的就是这个手艺。我要是在家能擀成这样，费这么大劲，我1碗我都不买。我得留着以后看，你看擀的多好。
尝尝这碗杂面啊。这杂面为啥叫杂面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它里头有3种东西，一个是白面，一个是豌豆面，还有呢就是小米，这当地很有名的小米啊。看一看，我要的这个是素的，上面也可以加肉，比如说加这个猪肉、小炒肉，也可以加羊肉上去。大块的酱炒猪肉，哇，底下这个臊子啊，就特别有陕北的特色，豆腐、芹菜，还有土豆、萝卜，哇，这种臊子面我跟你说啊，就吃一辈子都吃不腻。底下就是杂面，这个杂面你看起来啊像挂面一样，因为它是切出来的，一条一条的，非常的直。这个面呢，就下到锅里头特别的快，就稍微煮一下，我感觉就是不到2分钟，就1分多钟就捞出来了。为啥？就是因为啊，它本身这个质感呢是比较绵软的。哇，这个面有多香啊！就稍微翻腾了一下，就这个素臊的里头这个豆腐的香味非常的香。这个面以前就是过年过节就吃这个面。哦，过年过节。哎，你这个素臊子让我想到就是这个过事儿那种做法啊，就是那种红白喜事这个老味儿。就是你喝了酒吃这个面特别舒服。特别舒服，是。哎，坐月子的，就是身体不太舒服的人吃这个面。对。它就是柔软嘛。这个味道我跟你说啥味道？它就是很家常，也没有说特别的突出，但是就是好吃，就等于说你1天3顿啊吃这个都不会腻，就那种感觉。这一口面下去啊，就能吃出来家的味道。如果你是个陕西人，不管是陕北还是陕西的，你一吃这个面，你肯定能想到你的童年，就那种感觉，那种味道。尤其这个大块豆腐，太香了。来一口这个汤。汤非常的浓，里头一股大料的味道。再尝一下这个肉，猪瘦肉，好吃。这碗面就是一种扫地僧级别的存在，啥意思啊？你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普通啊？但吃起来我跟你说，太棒了。这是一套啊，这还有面汤。原汤化原食，再配上人家腌的这个一大盆的泡菜，过瘾。这不能叫过瘾，这叫舒服，真的吃的很舒服。哎，我就爱吃这口面。这碗杂面吃完呢，哎，再来一碗，食欲大开啊，太好吃了啊！再来不是一碗了，是一盘儿。这个是炒饸饹啊，它不是荞面的，它是白面的，所以说呢，非常的筋道，是压出来的。哎呦，太棒了，是不是特别香？来吃这个饸饹，哎，咱就得上蒜了。好家伙，这都是老蒜啊，你看，这么硬，大个的，这个蒜啊，这剥着就感觉辣，
味道很足。绝！面很有筋道，然后豆芽呢和这个辣椒啊是脆的，很浓郁的这个酱香味儿。这个里面我也加了肉，大块的，怪不得啊，他这一天要炒这么大一锅。你看每一盘里头都有这么多肉。因为这个豆腐太好吃了，又炒了一个豆腐。就是它这个豆腐为啥好吃？因为里头本身就有非常多的豆油，是有油脂的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这一口香气，这盘子得拉近点。为啥啊？你们这儿豆腐好吃？是因为自己做的。就是我说，就是你们榆林这一带啊，我在榆林也吃豆腐，都特别的香。这个豆腐比榆林豆腐好吃啊，我感觉榆林豆腐带点发酸口感，这个更香。这不酸。它为啥呢？是制作的时候有啥不一样？这个是卤水豆腐，它制作方法不一样。制作方法不一样啊。这豆子是当地的吗？当地的。哦。榆林豆腐是大块的，这个就是籽儿，一籽儿一籽儿。让我看一下是啥样子。就是这种，一小块一小块。其他是没有这个豆腐，其他是大块子，便宜，这个贵吧？这个豆腐我跟你说，看着就好吃，感觉跟这个大块的这种臭豆腐那种感觉一样。它是拿纱布弄的是吧？哎，就是一小块一小块。是一小块一小块的。就是点个卖。让我闻一下，这样子香不香？点个卖不抽筋。哎呀，棒！不发酸嘛？是。它这个油啊是菜籽油，你看金黄的，菜籽油炒这个豆腐是最好吃，里边还放了这个西红柿。这豆腐啊不仅香，口感还瓷实。吃起来硬硬的。哎呀，这个天儿太热了。我往这儿一蹲啊，就是陕北啊老汉。到了夏天啊，这陕北大爷都往这儿一蹲啊，抽烟的抽烟，晒太阳的晒太阳啊，还要把这个袖子撸起来啊，还要摸一摸。但是这会儿为啥不见大爷，只见我呢？因为啊太热了啊。大爷也聪明，我来到这个地方啊，是米脂县的千年窑洞古城。这个古城呢，美丽宁静又古朴。哎，这小风一刮，特别的凉快，有1000年的历史了。看那写着呢，宋元明清，光影至今。哎，好地方，它是一个窑洞建筑群。蹲一会儿，腿都麻。哎。这里头随便走2步啊，都是大宅院，这写着明高将军宅院。你看，我就说这大爷为啥不在那儿呢？大爷都在这儿呢。这往这一坐，多凉快！还是大爷精啊！大爷往这一坐，还能看这电费走得快不快。
现在还有人住，它有一些是破败荒废了，没人住，有一些还有人住。哦，这还有个佛龛。你看这个房子的屋檐多好看，还有这中国古典的建筑啊，太美了。我的身后就是闯王李自成的行宫。这李自成呢是米脂的属于第2大名人啊。闯王李自成啊，他的一生是短暂又辉煌，但是却是以悲剧结尾啊。这是他攻占西安以后，他的侄子然后回来给他修建的是行宫。感兴趣的朋友啊，除了逛这个窑洞古城，也可以去这儿看看。从这个角度看啊，相当的震撼啊。看这小枣树结的这个小枣儿，哇，非常多，全都是枣子，好多麻雀。看我身后这一幕，多有陕北的感觉。这个大姐在这纳针线活，然后呢，一孔一孔的窑洞有一个小院子，然后这全部都是枣树，陕北的枣树。然后这儿全是窑洞，看一直连过来，全是窑洞。这不愧是窑洞古城，窑洞古城啊，它就是一个窑洞建筑群。而且呢，这里头啊，这些新的窑洞都有人住，这还有车来来回回的，这路还挺宽的。你看那车，难以想象，现在这个时代啊，住在窑洞里头是个啥感觉？太有意思了。我看这以前是石头。这几孔窑洞啊，妈呀，那还写个窑洞出租，还留了个电话，不知道一个月租金多少。这以前呢，这儿停的都是毛驴，那现在呢是电驴。这个地方我感觉啊，还保留着以前陕北人的生活。你看这儿是大戏台，然后这儿呢就是一个梁，翻上梁，骑个摩托转一圈，对面还是窑洞，那对面的山，这就是一个山沟沟。然后这儿呢还有城隍庙。城隍爷也住窑洞，冬暖夏凉，真凉快。哇，这都太有感觉了！我感觉这就是几十年前修的，还是这个样子。你别看这个城隍庙小，我刚才逛了一下，这里头有很多神位，而且这些神位特别值得让大家看一下，真是开眼了啊！来这儿，普救万民，这里边供奉的是眼光菩萨，眼光菩萨的神位。土地爷在哪儿呢？土地爷在这儿。然后起来，你看，这儿有3孔窑洞啊，这3孔，这是马王圣君，这马王爷，非常漂亮。这儿过来，神听和听，这是包神，就管风雨雷电的包神爷啊。这个神位旁边供奉的是蝗虫还有蛾子的神位。哎呦，那头回见啊！这儿呢，啊，还有恭喜发财，这是财神爷。起来，转过来，这个就厉害了。功德无量，当当当当，猴神，猴神，这是谁？我不用介绍了吧？孙悟空。神仙来到这儿，来到陕北也住窑洞。咱许个愿，保佑我身体健康，吃满满香。看我在这个古城里头看到了啥？打铁的，有
是打铁是吧？哦呦，多少年都没见过这哎个，好热呀！说还辛苦了呢，冷死了。对呀，冷死了。够冷了。哦，烧的柴火，啊，烧的煤。哎呀，这是高级了是不是？这是啥？高级吗？这是高级吧？这么硬。传统手艺啊，真是传统手艺。美丽的马湖峪欢迎您啊！马湖峪是个村儿啊，那我坐在这个村口不是等公交，是来这儿吃驴肉。这个米脂县啊，驴肉非常的有名，在县城啊有很多开的这个驴肉馆。那这个小村子呢，我听说啊也有几家，都是几十年老店，专门烹饪驴肉，来尝一尝。进村啊还要过个桥。怪不得这儿吃驴肉厉害。有时候在陕北啊，赶集赶大集的时候，大家会看到有一个老大爷，头上啊缠一个羊肚子手巾儿，然后赶一个驴坐在板车上啊，他呢有可能是去卖点货，也有可能啊去办点货啊。这个驴呢可以说啊是陕北重要的一个生产工具，也是交通工具啊，所以当地也有食驴肉的这个传统。有一句话这么说的，是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，你说得多好吃？这真是来到村子里了，这是村子的大戏台，然后转一圈，那是驴肉，这是驴肉，这也是驴肉，这儿是石碾子，石碾子旁边还是旱厕，啊，这是一个，哎呦，这鸟这么牛，从这儿穿过去，啊，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视频啊，这么多石碾子，磨豆腐呀，磨粮食呀，碾东西，有多重？为啥这老爷们儿看见这种东西都想掂一掂？
看这个创始人头像，这老爷子一看，谁说我们家不好吃，不服，头还是这样歪的。有嘞，2位的点钱。生意可真够好。你这个价是1斤的价？一斤的。是熟的1斤的还是？是的，熟的。熟的1斤，那就驴肉来个半斤。1斤起步。1斤起步。这么豪横。那1斤驴肉，然后1斤这个香辣板肠。那就2口嘞，2口。要不我再要个那个炒鸡蛋，炒土鸡蛋。还有鸡蛋哦。都1斤1斤哦。在村子里开的饭店，我第一次见，还有上菜机器人的。然后你看这个肉，这么多驴肉，妈呀，这应该只是一部分。来3个招牌菜，驴肉，然后驴板肠都是香辣味的，还有一个当地的土鸡蛋。这3个菜啊，来这必点。我看桌都有这3个菜，这个就有意思了。来到小米之乡，喝的不是茶，是米汤，而且这个米汤啊，我刚才喝了1小杯，还有点碱味，里边放了点碱。好喝。哇，你当地的小米得多好，能当茶喝，你就说这个味儿。咦，喝完一下就水灵了，一口气上5楼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。先尝一下这个驴板肠啊，这个驴板肠你看非常的厚，这个也挺厚的，然后也有一些薄的啊。为啥会这样子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它里头有很多肠子，什么大肠、二肠、小肠之类的。这个板肠意思是啥呢？就是一整副、一整板，所以叫驴板肠。板呢其实就是一整块、一整副的意思。所以说呢，你看各个部位都有。尝尝这个。哇，它炖的非常烂乎，很浓的这种酱香味。这个驴肉确实是香，和什么猪牛羊肉真的不一样，有一股特殊的味道。哎呀，你要说这个啥味道呢？就感觉很熟悉，这种是龙肉的味道。我没吃过龙肉，这玉皇大帝托梦啊，我做梦的时候跟我说的，他吃过。就是龙肉的味道。这个菜啊口味太重，咱就点米饭吃。这个是玉米参子米饭，裹一点底下这个汁儿，这个汁儿拌饭特别的棒。这一小碗不得了，龙肉拌饭。再尝这个驴肉，驴肉切的很大块，非常的厚实，真的是西北人的风格啊。这驴肉全是红肉，全是瘦肉，吃起来非常筋道。看这块里头有肉，还有筋儿，筋儿透着肉，肉透着筋儿。我发现啊，就是有点肥的好吃。纯瘦肉虽然口感筋道，但是不是很香，这种带点肥的特别香。农家炒鸡蛋，这成了一个蛋饼了，这么大一块，哇，好嫩呀！可能是因为加的菜籽油，而且呢火比较大，和咱在家炒出来就是不一样。你看里头还是嫩嫩的，好吃。这个鸡蛋
属于既下饭又下酒的一个菜。灰嫩。